睡前聊历史，每天一个历史故事。今天我们聊的是岳飞之死。公元1142年1月27日，农历腊月29，临安城笼罩在一片岁末的寒意之中，而在大理寺的风波亭内，这种寒意刺入骨髓。南宋中兴四将之首，年仅39岁的岳飞再次结束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。对于后世的千千万万中国人来说，这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悲情时刻，是一个关于忠臣与奸佞的黑白分明的道德寓言。人们排着队在杭州岳王庙前向岳飞向鞠躬，然后转身向秦桧夫妇的跪像吐口水。在这种简单的叙事中，岳飞死于秦桧的嫉妒、陷害和卖国求荣。然而，如果我们剥离掉后来者附加其上的情感宣泄，推开历史的厚重帷幕，深入到南宋初年那个波诡云谲的政治核心，我们会发现一个更令人窒息的真相：岳飞之死并非死于奸臣之手，而是死于一种无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。这是一场民族大义与皇权安全之间的零和博弈。从赵构、宋高宗的视角来看，岳飞必须死。这不仅是为了绍兴和议的达成，更是为了宋朝立国160年来那条不可触碰的底线，古人不可干政。祖宗家法的阴影，宋朝的恐惧基因。要理解岳飞的死，首先必须理解宋朝的胜利。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多多少少都带有一些开国时的胎记，宋朝的胎记就是对武将的极度不信任。赵匡胤是从后周孤儿寡母手中夺得的天下，他是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受益者，因此他比谁都清楚，武将手中的刀剑既然可以用来保卫国家，自然也可以用来通过政变夺取皇位。为了终结五代十国以来兵强马壮者为天子的乱世逻辑，宋朝建立了一套精密而严苛的崇文抑武制度。杯酒释兵权只是一个开始，随后的100多年里，宋朝通过更术法、兵无常帅、帅无常师，以文臣统兵、分割枢密院与三衙权力等手段，成功地将武将关进了制度的笼子里。在北宋，狄青这样的名将，即便战功赫赫，也最终在文官集团的猜忌和排挤下郁郁而终。这种祖宗家法在和平时期有效地防止了藩镇割据，但也造成了宋军战斗力的低下，即所谓积贫积弱。然而，当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爆发，金兵南下，北宋灭亡时，这套制度瞬间崩塌。在这个权力的真空中，南宋初年出现了一个令赵氏皇族极度恐慌的现象：四家军的崛起。岳家军、韩家军、张家军等部队虽然名义上是国家的军队，但在实际运作中，他们拥有独立的财政权、人事任免权，甚至拥有只听命于主帅的忠诚度。对于宋高宗赵构来说，这简直是噩梦的重演。他眼前的这些武将，每一个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赵匡胤，或者是安禄山。岳飞作为这些武将中最年轻、最能打、声望最高的一位，自然就成了皇权雷达上最刺眼的红点。赵构的心理侧写，逃亡者的不安全感。如果说祖宗家法是赵构心中的理论阴影，那么靖康之难后的逃亡经历，则构成了他具体的心理创伤。赵构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逃跑皇帝，从磁州起兵到南渡长江，再到被金兵追得入海避难，在温州海面上漂泊，赵构的前半生是在极度的惊恐中度过的。这种经历塑造了他极度实用主义且神经质的性格。对于赵构而言，没有什么比生存更重要，没有什么比安全更奢侈。更要命的是苗刘兵变。公元1129年，晋军将领苗阜、刘正彦发动兵变，逼迫赵构退位。虽然这次兵变最终被平定，但他给赵构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心理阴影。武将是真的靠不住的，他们随时可能把皇帝赶下台。在赵构看来，岳飞有着太多让他不安的特质。首先，岳飞太完美了。他清廉，文官不爱钱，武官不惜死，他严于律己，不近女色，他体恤士卒，甚至能和士兵同甘共苦。在儒家道德体系中，这是圣人，但在帝王权术中，这是巨大的威胁。一个没有贪欲、没有私德瑕疵的统帅，意味着皇帝无法用金钱、美女或把柄来控制他。岳飞的威望越高，赵构的恐惧越甚。其次，岳飞触碰了皇权的禁区，立储。
赵构因为在逃亡中受惊吓过度，失去了生育能力，唯一的儿子也夭折了。皇位继承人问题成了赵构最大的心病。作为一个武将，岳飞竟然在奏折中建议赵构早立太子。虽然岳飞是出于国家稳定的公心，但在赵构看来，这就是五人干政的典型信号。你想立太子，是不是想找个幼主，然后自己做霍光，甚至取而代之？这是赵构绝对无法容忍的越界。第三，岳飞的政治口号极其危险。迎回二圣，迎回被俘的徽，亲二弟是岳飞抗金的核心口号。虽然这在伦理上无可指责，但在政治上却是要置赵构于死地。如果徽、亲二弟真的回来了，赵构这个临时皇帝该往哪里摆？是退位让贤，还是做太上皇？无论哪种结果，都是赵构权力的终结。虽然岳飞后来改口称迎天眷，但在赵构心中，这根刺已经深深扎下。绍兴和议，地缘政治下的冷血交易。如果说赵构对岳飞的猜忌是内因，那么绍兴和议的推进则是直接的导火索。到了绍兴10年（1140年），宋金战争已经进入了相持阶段。岳飞在郾城大捷、颍昌大捷中重创金军兀术的主力，发出了直捣黄龙的豪言。然而，从宏观的地缘政治角度来看，局面并非如此乐观。南宋的财政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，连年的战争使得国库空虚，百姓税负沉重，东南地区的民力已经被压榨到了极限。如果战争继续下去，即便前线能打赢，后方也可能因为经济崩溃而爆发民变。与此同时，金国内部也发生了变化，主战派与主和派在博弈，金人也意识到灭亡南宋已无可能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双方都有了停战的意愿。赵构是一个极端的现实主义者，他不需要收复中原，不需要洗雪靖康之耻，他需要的是划江而治，是保住半壁江山的安稳统治。为了这个目标，他愿意称臣，愿意纳贡，愿意割地。这就是绍兴和议的本质，用北方的土地和尊严换取南方的和平与皇位的稳固。然而，岳飞是这个计划最大的障碍。只要岳飞在，主战派就有一面旗帜；只要岳家军在，金人就无法放心地签署合约。金国大将兀术在给秦桧的信中赤裸裸地写道：“必杀非，时可和。”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威胁，而是谈判的先决条件。对于赵构来说，这是一道选择题，是选择岳飞和无休止的战争风险，还是选择杀掉岳飞换取金人的停战协定？赵构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。在皇权的逻辑里，臣子的性命永远是筹码。淮西兵变最后一根稻草，导致岳飞致死的一个常被忽视但至关重要的事件是绍兴7年的淮西兵变。当时南宋另一位大将刘光世被罢免兵权，朝廷原本打算将其部众划归岳飞指挥，岳飞也对此充满了期待，认为这能壮大北伐的力量。然而中书门下省宰相机构担心岳飞势力过大，从中作梗，最终赵构收回成命，改派文官吕祉去接管这支部队。结果灾难发生了，刘光世的部将力穷不仅不服文官管辖，反而发动叛乱，裹挟4万精锐部队和10多万百姓投降了伪齐金人的傀儡政权。这对南宋防线造成了毁灭性打击，长江防线出现巨大缺口。淮西兵变彻底摧毁了赵构对武将群体的最后一点信任。他惊恐地发现，这些拥兵自重的将领一旦不满，随时可以倒戈。这次事件强化了赵构收兵权的决心。他意识到，必须在局势彻底失控之前，解决掉这些尾大不掉的武将。于是，在绍兴11年，赵构利用浙高之战后的短暂平静，迅速展开了夺权行动。他将岳飞、韩世忠、张俊3大将召回临安，明升暗降，任命为枢密副使，实际上剥夺了他们的军权。韩世忠识趣，交出兵权后闭门谢客，骑驴游西湖，以此自保。张俊更是主动配合赵构和秦桧，充当了陷害同僚的打手。只有岳飞虽然交出了兵权，但他那颗依然想要北伐、想要翻案的心，让他成为了必须被彻底清除的目标。莫须有政治逻辑对法律逻辑的碾压。
岳飞入狱后，秦桧指使党羽罗织罪名。然而，大理寺少卿薛仁甫、布衣刘允生等人纷纷为岳飞鸣冤。主审官何柱在审讯中被岳飞背上“精忠报国”4个大字深深震撼，认为岳飞无罪，这让秦桧非常难办。因为按照法律逻辑，岳飞确实没有谋反的事实。无论是只吃剩余、骂皇帝，还是做官胜负、逗留不进兵，在证据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。当老将韩世忠愤怒地质问秦桧：“相公，岳飞之罪何以负天下？”时，秦桧说出了那句流传千古的话：“妃子云与张献书虽不明，其事体莫须有。”莫须有，历来被解释为或须有，但在当时的语境下，它更接近于难道没有吗？或者不需要有？这不仅仅是秦桧的强词夺理，更代表了皇权的最高逻辑——政治逻辑。在政治逻辑中，杀岳飞不需要确凿的谋反证据，只需要证明他构成了对皇权的潜在威胁，或者证明他的死对国家大局及绍兴和议有利，这就足够了。这是一种意图伦理对责任伦理的抛弃，是权力对法律的较为打击。赵构在幕后冷冷地注视着这一切，他不需要亲自下令杀岳飞，他只需要默许秦桧去做。当秦桧将最后定罪的奏章呈上去时，赵构毫不犹豫地批示了死刑。这最后的一笔，才是杀死岳飞的真正凶器。忠诚的悖论，儒家理想的破灭。岳飞的悲剧还在于他是一个完美的儒家信徒，却生在了一个不需要儒家理想的时代。岳飞信奉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，他认为只要自己忠于君王，忠于国家，君王自然会信任自己。他把忠理解为对国家社稷的绝对负责，甚至为了社稷的利益敢于违逆皇帝的个人意愿。但他忘了，在皇权专制社会中，国与君往往是分离的。当国家的利益收复失地与皇帝的利益保住皇位苟且偷安发生冲突时，真正的忠臣往往会陷入死局。岳飞的忠诚是大忠，是对华夏文明和黎民百姓的忠诚。而赵构需要的忠诚是小忠，是对皇帝个人意志的绝对顺从，哪怕这个意志是懦弱和自私的。岳飞至死都没有明白，为什么自己一片担心，却换来如此下场。他在供状上写下的“天日昭昭，天日昭昭”，是对这个颠倒黑白的世界最后的控诉。但这8个字照不亮赵构内心幽暗的角落。结语：和平的代价。绍兴12年，岳飞死后的第一个春节，南宋朝廷沉浸在和平的喜悦中。金国撤军了，和议达成了，赵构的皇位稳固了。南宋王朝在岳飞的尸骨上，通过割让土地、称臣纳贡，换来了之后100多年的偏安岁月。有人说，如果没有岳飞之死，南宋可能会提前灭亡，因为财政撑不住。也有人说，如果岳飞不死，北伐成功，历史将彻底改写。历史无法假设，我们看到的只是冰冷的结果。岳飞之死是南宋政治生态的一次剧烈癌变，它标志着南宋彻底放弃了恢复中原的雄心，也标志着士大夫政治在皇权恐惧面前的扭曲。从此之后，南宋的武将再也不敢言战，文官再也不敢言政，一种由于恐惧而滋生的犬儒主义弥漫在朝野上下。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，我们不应仅仅停留在痛骂秦桧的层面。秦桧只是一把刀，握刀的人是赵构，而磨刀石则是那个时代扭曲的制度和地缘政治困局。岳飞必须死，因为他太光芒万丈，照亮了皇帝的怯懦，照亮了同僚的苟且，照亮了那个时代的软弱。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赵构偏安政权最大的讽刺。在风波亭的那场雪里，死去的不仅仅是一位将军，更是一个时代关于光复的最后一点理想。岳飞倒下的那一刻，南宋的脊梁其实也随之断裂了。感谢观看本期时光 Glimmer。 如果你也想拾起这段历史的碎片，请在评论区告诉我。我是每天一个历史故事，我们下期见。